丈夫贴心端来热牛奶，女人却紧张到手足无措，还慌忙用身体挡住电脑，听着电脑中不断传出来消息的滴滴声。女人赶忙找借口催丈夫先去休息，男人无奈，最终被硬推出了房间。此时这个老实的男人怎样都想不到，妻子身上竟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时间回到几个月前，方静性格文静，长相靓丽，是某星级酒店的前台。可最近方静却遭遇了一件让她悲痛欲绝的事，相恋多年的男友突然向她提出了分手。心神恍惚的方静在工作上经常失误出错，而就在方静最脆弱的时候，一个男人竟偷偷盯上了她。秦小辉是这家酒店的老板，从看到方静的第一眼开始，他似乎就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此后，在方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秦小辉总会适时的出现在方静身边安慰她。方静将这些都当成了偶遇，还天真的以为秦小辉对她的关心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。然而很快，事实却证明他错了。这晚，伤心的方静想借酒消愁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。秦小辉看到后，第一时间上前关心：“天这么冷，万一生病了怎么办？”此时的方静对秦小辉是信任万分，然而秦小辉嘴上说着送方静回去，结果却将她带到酒店，放倒在了床上。看着眼前俊俏清纯的脸庞，秦小辉深吸了一口气，而方静却误将秦小辉当成了自己的前男友。你还说让我等你，你却忽然把他杀了，最后呢？方静楚楚可怜的样子让秦小辉再难自控，趁着方静醉酒和他发生了关系。第二天醒来后，还第一时间表示会对方静负责，可方静却并不想破坏秦小辉的家庭，只当昨晚是酒后乱性，试图让秦小辉到此为止。然而秦小辉却向方静承诺1个月后会跟妻子办理离婚娶她，理由是自己和妻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。面对秦小辉的柔情蜜语，方静最终动心了，以为自己的新恋情在1个月后就能公之于众，开花结果。可她的这个想法却是太天真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方静和秦小辉保持亲密关系的时间早已经超过1个月了，可秦小辉却绝口不提离婚的事。直到这天，方静的母亲催方静带男友回家时，方静才对秦小辉的话产生了怀疑。可面对方静的疑惑，秦小辉却解释称，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需要岳父的支持，所以暂时还不能离婚。方静这才发现自己错了，秦小辉所说的1个月离婚，只是秦小辉想跟他保持情人关系的借口。于是方静萌生退意，想跟秦小辉提分手。然而还没等方静付诸行动，早有预料的秦小辉却拿了一份协议出来，当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秦小辉保证会与妻子离婚，娶方静。这种东西也可以签协议吗？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。这份协议显然是荒唐至极，甚至没有丝毫法律效力。可在秦小辉的温柔攻势和花言巧语下，对秦小辉还抱有幻想的方静，最终竟然再次选择相信对方，甚至还在协议上补上了每个月至少和秦小辉幽会4次的义务。却不料时间一晃1年过去了，秦小辉仍然没有兑现承诺。这次方静终于如梦初醒，不管秦小辉如何解释，他都不再抱有侥幸心理。我很累，感情的事儿我玩不起，我也不想玩了。方静最终向秦小辉提出了分手，可他不知道秦小辉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和秦小辉闹翻后，方静请假1周没去上班，方母安排相亲，他再也没有理由拒绝。可令方静没想到的是，眼前这个叫罗刚的老实男人竟对自己的口味了如指掌，甚至还知道自己的胃不好，点的都是一些清淡的菜。原来罗刚从看到方静照片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对方静一见钟情，于是便从方母那里了解到了方静的点点滴滴。即便后来方静多次拒绝跟罗刚见面相亲，罗刚都未曾放弃。他的坚持和真诚让方静动心了。对于秦小辉的感情，方静已经是精疲力尽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罗刚像家人一般的关心，又让方静的心慢慢温暖了起来。从罗刚身上，方静感受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简单幸福的生活。于是在一段时间的交往后，他便和罗刚确认了关系，并着手准备婚礼。然而得知这个消息，
秦小辉却再也无法淡定了。苦劝方静无果后，他竟真的回去跟自己的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可当秦小辉拿着离婚证，自信满满的找到方静时，却没能得到他想要的答复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我们已经分手，我要结婚了。这个东西现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方静显然已经早已下定决心和秦小辉彻底断了关系，可他不知道，这也彻底激怒了秦小辉。心有不甘的秦小辉竟然拿出了之前的那份荒唐的协议做威胁。我现在很好奇，如果你老公看了这份当初我们签的协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方静万万没想到，秦小辉竟然会来这一出。为了摆脱秦小辉，他很快找到了罗刚，提出了想辞职换工作的想法。而罗刚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方静，并没有对方静的突然离职有任何疑问。这份温暖让方静很是感动，两人很快结了婚。然而，就在方静以为自己能从此安定下来，好好过日子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这晚，正在上网的方静突然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信息，可当她点开对话框的时候，却震惊了，竟是她和秦小辉的亲密照。这一刻，方静心里瞬间乱成了一锅粥。面对丈夫的关心，她只能强装镇定。发照片过来的人显然就是秦小辉，对方还威胁说更刺激的照片还有很多。此时的方静还不知道秦小辉到底想做什么。由于担心丈夫知道这件事，方静开始惶惶不可终日，生活中经常出现错漏。老婆，你干嘛呢你？是鱼先糊了？没有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。你叫东西吃吧，我去睡会儿。对于方静的反常，罗刚此时还没太放心上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被恶徒缠上了。秦小辉开始以照片做威胁，向方静提出非分要求。方静显然不会背叛自己的丈夫，于是只能不断的与对方周旋，试图让秦小辉放过她。而这一折腾就是一整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罗刚醒来后，发现妻子还没睡，书房里还不时传来聊天软件的信息声以及不间断的打字声。他知道妻子还在和别人聊天。这一刻，罗刚疑心四起，他想弄清楚妻子这样彻夜不睡到底在做些什么。于是他偷偷将家里的创可贴藏起来，又跑到厨房给自己来了一刀，随后便跑到书房找方静。方静看到后顿时焦急不已，发现找不到创可贴，他当即跑到楼下购买。支开方静后，罗刚立马跑进书房，打开了电脑，结果却看到秦小辉发来的暧昧信息。罗刚心里顿时是翻江倒海，看着方静着急关心的样子，他已经分不清楚妻子的关心到底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。这种担忧和猜疑的心情就像雾气一样，在他的生活中弥漫开来。罗刚开始因此噩梦连连。和方静结婚后，他感受到了妻子的温柔和体贴，他不敢相信自己遭到了背叛。冷静下来后，罗刚决定要找出那个男人，于是他开始跟踪方静。然而一场意外却让罗刚发现了一个令他更加崩溃的事实。由于罗刚的母亲突发疾病，罗刚不得不停止跟踪，并打电话让方静先去医院办理手续，自己则回家取银行卡。可当方静得知罗刚拿的是夫妻俩共同存款的卡时，却瞬间愣住了。静儿，你怎么了？那卡里没钱了。你说什么？罗刚不敢相信，方静竟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光了两人所有的积蓄。他当即觉得方静不仅背叛了他，还拿家里的钱倒贴给外面的野男人。忍无可忍的罗刚最终提出了离婚，可方静却叫住了他。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是被人勒索了10万。原来秦小辉为了让方静重新回到自己身边，除了发亲密照威胁方静，还向方静索取10万块钱。为了不让丈夫知道这件事，她便将家里的3万块钱存款偷偷取出交给了秦小辉，并答应剩下的慢慢还，只求秦小辉不要曝光两人的事。方静以为这样的隐瞒可以帮她度过这场危机，可纸终究包不住火。最终她只能将自己和秦小辉的所有过往交代了出来，包括那张荒唐无效的婚外协议。幸运的是，深爱妻子的罗刚并没有因此异样对待方静，他知道自己的妻子才是受害者，报案期间更是一直静静地守护在一旁。故事的最后，
秦小辉因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带走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